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會來關心的大主題是川普這一回認了，不敢再打，而伊朗則是嗆美國管好你家的寵物，被視為是在向以色列還有川普嗆蝦。習近平的部分，他廣積糧，狂掃4000萬桶的石油做儲備，這一招是在美伊戰爭中特別發揮作用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今天到場的來賓，我們先歡迎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聶建中老師。思敏，各位觀眾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之前，提醒觀眾朋友先幫我們的影片按讚，並且按下熱推薦。希望跟我們互動，可以寫一下思敏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的就這個留言來做回復。再次的提醒觀眾朋友，我們的環球大戰線的會員頻道已經正式的啟動了，歡迎呢在主頻環球大戰線頻道按下加入這2個字的鍵，那麼你就可以第一時間叫其他的這個觀眾朋友，可以更快速的掌握我們的所有資訊，甚至呢可以做 Q&A， 甚至直播等等的互動，歡迎大家一起來做加入。今天節目特別關心到的是美伊戰爭的火線話題，共是3個。等一下請來賓也特別幫我們做解讀。在這個時候，伊朗開始嗆川普了。他說嗆川普說，管好你在特拉維夫的寵物。這邊指的是不是寵物就是以色列呢？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立刻有了動作，隨即派兵駐到了黎巴嫩跟以色列的這個地方去。難道美國現在認為最難控制的反倒不是伊朗了，而是以色列嗎？第二件事情，我們來看到川普在聽完要攻打伊朗的作戰簡報之後，但是最後還是選擇要跟伊朗好好的談判，是不是因為他現在面臨的4大壓力，逼得他不得對伊朗讓步呢？這當中4大壓力有非常多。再來關心到的是美國打仗，伊朗現在靠着賣石油，中國囤積石油向伊朗買石油，被視為是中國大陸是這一場美伊戰爭當中最大的贏家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今天來聚焦的焦點就是中東情勢又出現了驚人變化。伊朗的外長阿拉奇這一次直接對美國下了最後的通牒，強調美伊在這一次的和談備忘錄已經寫得非常的清楚了。他講的話也非常的嗆，他說呢，美國啊，你應該要管好你在特拉維夫的寵物，不能讓以色列繼續對伊朗進行任何的軍事上面的威脅了。於是我們來看到來自於華盛頓郵報最新的報道，美國竟然是乖乖的按照伊朗的話照做了嗎？美國說呢，接下來川普宣布了即將在黎巴嫩跟以色列2國來駐紮最新的地面部隊，在當地直接監督黎巴嫩的武裝部隊跟以色列的國防軍在這之後的行動。擔心的就是美伊戰爭這個和談一旦破局的話，會不會又引爆了區域的各種的戰事？所以呢，美國決定最新的消息是要駐地面部隊在這2個地方。更關鍵的事情是，這個川普繼續的讓步嗎？他在聽完全面攻打伊朗的軍事的簡報之後，還是選擇繼續跟伊朗談判，甚至呢向幕僚鬆口說，就算這個談判有關於現在最卡關的核協議的問題呢，要拖到8月18號，這都不是問題。他認為說沒關係，我們就慢慢談好了。結果呢，美國總統、副總統范斯是立刻揣測了川普的意思。他說，現在川普的意思就是說，除非真的必要，川普並不想讓美軍再重返戰場，原因就是因為美國現在面臨的4大壓力實在是太多了。尤其我們看到美軍基地不斷的被攻擊，包括了巴林卡達、科威特、阿聯的美軍基地，他們擔心會再度的成為伊朗的箭靶。再來就是荷姆茲海峽了，會不會又再次的失控？還有以色列可能趁火打劫，擴大戰火，讓美國再繼續的深入在中東的泥淖當中。最後是美國現在要面臨的油價的問題、通膨的問題，其中選舉的問題都會持續的吞噬川普。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來請教李將軍怎麼看了這一句話：伊朗外長嗆川普要管好你的寵物，並且我們看到川普立刻是說要派兵駐紮黎巴嫩、以色列。現在美國最大的敵人看起來不是伊朗，難道是以色列嗎？那美國派兵是為了震懾伊朗，還是要來嚇以色列的納坦雅胡？將軍怎麼看？我們要知道，這次美國跟伊朗和談最大的一個變數就是以色列哈。我們看到他們簽的所謂和平協議 MOU 裡面，其中有一條
就是說伊朗要求，如果說要達到這個停戰的話，必須要全線停戰。全線停戰不是指伊朗這個波斯灣這邊，而是包括到了這個黎巴嫩真主黨這個位置哈。那這場戰爭我們應該都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這場戰爭想要打的其實上是以色列，倒不是美國川普。美國川普是這次被納坦雅胡騙了去打的這場仗，大概得到一些錯誤的資訊跟情報哈，這個川普貿然又投入這場戰鬥。但是川普打到現在，他發現說，這場戰爭本來就是以色列自己要打的戰爭，而不是美國要的一場戰爭。我們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出來呢？從這次美國跟以色列這場戰爭裡面，美國跟以色列的戰損是不成比例的，也就是說，是美國在幫以色列打了伊朗。我們看到美国，它光戰機哈，這個損失了42架以上啊，原來42架，後來好像又裝了3架的 MQ9，我自己算了一下，大概有到45架。那美國來講，為了協助以色列的防衛，動用了將近上千枚的愛國者3哈，也動用了上千枚的戰斧型巡弋導彈去攻擊這個伊朗這個國家哈，然後動用了2個航母戰鬥群。那試問一下，我們從這次之中，你看到以色列有任何戰損嗎？沒有哈。以色列把美國拖進去打伊朗以後，以色列幹嘛？以色列專心來打黎南地區，因為對他來講的話，所有的戰略目標選擇哈，是優先打以色列比較重要呢，還是打黎南比較重要？我跟你講，打黎南比較重要。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軍事上有多重目標的選擇。多重目標選擇，第一個你要選擇要打的一定是對你威脅最大的目標。那試問一下，伊朗本土對以色列威脅最大，還是黎南的真主黨對他威脅最大？我認為是黎南的真主黨，因為他就在他國境以北嘛，他隨時他的火箭炮就可以攻擊他的這種以色列的本土海法這些地區，所以他認為他優先要打的一定是黎巴嫩真主黨，所以讓美國去對付伊朗，他自己專心去打黎巴嫩真主黨。那第二個，我們優先目標選擇第二個是選擇什麼目標呢？好打的目標，你要優先打伊朗本土好打，還是黎巴嫩真主黨好打？當然真主黨好打。真主黨自從這個敘利亞這個阿薩克倒台之後，這個伊朗的物資沒辦法送到黎巴嫩真主黨，再加上這個黎巴嫩真主黨前年因為 BB 扣的斩首行動，讓造成他很大的一個損傷，所以黎巴嫩真主党是最好擊滅的目標。所以以色列，我認為他就伊朗本土跟黎巴嫩真主党，他優先打黎巴嫩真主黨，然後伊朗交給誰？交給美國去打。那這次來講的話，當然川普也看清楚這一段哈，他為了能夠跟伊朗能夠達到所謂和平的協議，他必須要遵守伊朗的所謂的全線的停戰，所以因此在這種狀況之下，他必須要拉住以色列不要再打黎巴嫩真主黨，不然的話哈，如果說這場戰爭繼續擴張下去，事實上是對美國不利的。那聯合國維和部隊有沒有用？沒有用嘛。對不對？擋不了以色列，所以美國自己親自要派部隊到這邊來擔任維和的一個角色。可是我覺得這也代表了美國在這場戰爭裡面這個一場很重大的一個失誤跟挫敗。好，那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賴老師怎麼看？尤其剛剛將軍也特別提到，這次美國要派地面部隊到這個2個地方去，賴老師怎麼看同樣的問題？再來就是說，川普說談判和談可以慢慢談，甚至可以到8月18號都沒關係，代表川普現在壓力真的非常大嗎？賴老師怎麼看？是這樣子哈，因為備忘錄裡面啊，因為我們知道他們簽的是備忘錄，所以還有一段時間在談判中。最終能不能達成和平協議，誰都沒把握。但是既然備忘錄雙方的領導人都簽了，那就必須要讓它能夠順利進行。所以美國跟伊朗之間的這個對話談判要進行。可是備忘錄講得很明白，那就是要全線的停火。全線停火，你不能用道德約束啊，你必須用實力來展示。所以如果美國這一次是介於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間的這個地帶，也就是黎巴嫩南部的這個地帶，真主黨跟以色列中間地帶，美國的部隊如果派進去的話，那這個就會有效的牽制了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因為以色列如果要在攻擊的話，它很有可能會誤傷到美軍，這個會使以色列的活動顯得很困難。第二個呢，就是它有效的去監督黎巴嫩的真主黨，說你只要不開火，以色列也不能開火。那這樣的話，雙方之間可能就能夠真正的停火。這要看美國就到時候在這個地方的做法跟作為，也要看以色列怎麼繞過美國來繼續跟黎巴嫩產生這個衝突。
這個就是要看我後面的一個演變的一個狀態，這是第一個。第二個部分裡面就是特朗普已經承認了一件事情，就是核協議的談判是如此的艱難。當時美國的總統奧巴馬在他任內的時候，要跟伊朗達成核協議的談判，花了很長的時間。它絕對不是2個月就能夠談出來的，沒有那麼簡單。它裡面牽涉到很多的細節的問題，包括聯合國的原能委員會的監督的權責，包括濃縮鈾的稀釋的進度，包括濃縮鈾到底還有多少存量，包括它的這個提煉濃縮鈾的這些核設施本身的監管等等，太複雜，太複雜了。所以就絕對不是很短的時間2個月那就談成。我想後來奧巴馬的當時負責主談的一位副國務卿，他出來說2個月他認為談不出來，現在也證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所以我覺得特朗普願意走回實際，這是好事情。是，也就是說不一定要在2個月內談出來，因為當時講好談不出來就要再開打嘛。那他現在的態度就是談不出來還可以繼續談，那就不會開打的意思。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情。另外最後一個部分裡面就是美軍在跟特朗普做這個作戰簡報的時候，他一定要做風險的評估。那風險的評估包括如果出動地面部隊，美軍的傷亡的情況會怎麼樣？然後還有就是通貨膨脹會是怎麼樣？油的管制會怎麼樣？我想這些風險的評估完了以後，那就讓特朗普知道說，不是都是有利的這一面。對外宣傳可以說我勝券在握，對，可是對內裡面你還是要做最壞的打算。所以我覺得最後我們也不能說川普是認輸了，而是只是說川普願意回到實際跟理性，這是好事。好，所以我們看到川普回到談判桌，那目前其實美伊雙方卡關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有關於核協議的問題，這件事情恐怕還要談上好幾個月的時間。不過呢，同時間我們看到伊朗的石油持續的在向世界各地在出口當中，而且現在被說呢，目前為止最大的受益國就是中國大陸，因為呢，在過去短短的2週之內呢，出口給中國大陸的就有4000萬桶的原油。美國的財長貝森特坦承說，現在敢買伊朗原油的就只有中國大陸了，那麼就會被顯得非常的諷刺，因為我們看到在美伊戰爭爆發到現在，這個美國的損傷如此的慘重，那中東它的基地被夷為平地之外，全球油價也受到震盪，結果沒有想到現在呢，伊朗還可以繼續的賣油，中國還可以繼續的買油。另外就是說，來自於紐約時報也特別做分析了，在這一波石油危機當中，他們認為中國大陸是最大的受益者，因為他們在美伊戰爭爆發前就已經長期大規模的囤積原油了，也就是剛好符合習近平主席過去提倡的這個叫廣積糧的一個戰略哦。反觀是美國，它的戰略儲備石油已經降到40年來的最低點了。聶老師怎麼看中國大陸的吃下了伊朗的4000萬桶原油，被視為是最大的贏家嗎？你怎麼看？好，這樣以我的分析啦，實際上在美伊戰爭的時候，其實中國也非常擔心它原油會不夠。依全球的產油排名啊，美國是現在最大的嘛，因為它的這個頁岩油的產出是很大。那它每日的產量呢有1350萬桶，第2名是沙特，我們小時候知道的沙地阿拉伯，中東的產出最多的，它有950萬桶。但中國也有產油，那伊朗有產，其實這2個國家產油其實也差不多，都在400多萬到500萬出頭桶之間，中國甚至超過伊朗。可是中國的需求很大。那因為中國人口也多，它的這種整個發展也比較快，所以它燃油的需求大，因此呢，在其實美伊戰的時候它是擔憂的，所以它透過了其他的方法，比如引質油輪啊，或者貿易啊，這個用這個 CIPS 的繞境支付，用人民幣交換，甚至有茶壺煉油廠等等，甚至你聽過還有誰的，他用戰略的物質交易，他的確在那個時候想辦法去存油，要不然的話，經過核混採出不來。這一次的4000萬桶是這樣子哈。那我們剛剛講的400、500萬是中國、伊朗每日產油，這4000萬等於是產10天的總量哦。當6月中啊，他們簽了 MOU 之後，美伊簽 MOU， 因為川普必須簽，因為他消耗戰打得太嚴重，他不得不簽，不得不讓啊。所以這一次是美國讓了，好，伊朗呢拿到這個權柄，就像剛剛講了嘛，管好你的寵物，我跟你講，要不然不跟你簽，所以以色列給我好好管。所以呢，這一次他的經濟制裁被解封，也就是川普不得不做的，包括解凍他的資產以及制裁。
這個制裁很重要，就在月底呢就鬆了綁。這時候呢，伊朗就說他開始可以賣，他第一開始4000萬桶，就一放出去沒有人買，大家都緊張，只有中國全部買下，他是唯一的買家。我跟你講，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底氣和底氣的高漲。那這樣講好了，什麼叫做敢？敢就是不怕，全球都怕。我跟你講，這一次啊，當要雙賣的時候，大家說哇。這樣子，伊朗、美國其實只是稍微讓步，美國這個霸主還在啊，我要到時候隨時壓伊朗，我不敢買，我敢，全球都沒有買，都還擔心制裁，搞不好川普你知道會變臉嘛，隨時又再制裁回去，買了以後搞不好又損失都不動，只有中國一下4000萬全收，要唯一的失敗。所以貝森特講了一句很有趣的話嘛，他說他用英文講說 ，Out of the world 全世界這是 Only China 只有中國是持續買。當然，這是什麼話呢？是不爽呢，還是說你怎麼敢這樣呢？實際上沒辦法，人家就是敢。其他國家如果做了，我告訴你，美國看見你買看，眼睛瞪大，大家不敢買。中國買，你真的買啊？你真的要買會怕，你知道嗎？反正是美國怕，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跟你講哈，在這個時候，中國當然講廣積糧，這非常重要。以前朱元璋他旁邊老臣講的嘛，這朱瑾講的，三件事很重要：高築牆要擋得好，廣積糧你存貨要夠。最後一個緩稱王，這才是未來的重點。中國它現在就是這樣，它需求人員，它自己有產不夠，它靠着中東國家，它只要友好其他國家，它廣積糧之後，它也知道它現在底氣到了，慢慢就會緩稱王。現在很重要就是，美國現在它的庫存也因為不管戰爭各種原因，它還在全世界要做老大，這時候它的這個戰略持有也降到了低點。中國呢就這樣慢慢的囤積，也就是很隱秘、很神秘的這樣做到它該有的這個底氣，然後這時候呢。到未來這個中美在龍印之爭的時候，我覺得當中國底氣起來的時候，這就是緩稱王的時候了。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